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0，收盘价是212.0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6.98，最低价是在202.5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503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09倍量增。KD 值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然处于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。蜻蜓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上影线很短，小的实体在上方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当日成交量是量增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个增量的蜻蜓线呢，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叫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6.98，那么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将会被确认，股价将会有反弹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2.51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6附近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5附近。实际在10月24日收盘价是在212.08，那当日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，在点位上，也就是收盘价的点位上，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相同。也就是说，收盘价都收在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的上方，并且呢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0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在这根小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9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这是下跌的最后一根 K 线。那股价日后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才能够出现向上的继续反弹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依然设为第一个目标。当然，我们刚刚说的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7，也是一个重要标志，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如果站上它，将会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第一个目标是219，如果站上它，股价继续向上反弹，第二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在236。236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它将是股价继续向上反弹的一个强压力，所以我们把它设为第二个目标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看到，如果股价能够反弹到这个位置呢，
这个236也和目前的这条上行的趋势线啊，在相接近的位置，对，所以在这个区域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236之后的第3个目标就是257。257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，这叫前高。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站上257呢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如果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。那进一步下行走势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关口，这是一个整数关口，它应该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如果这个强支撑被跌破，第2个下行的目标是178。178是股价在这一波上行的过程当中，是在5月24日有一个回档，那回档后再继续起涨的第1根 K 线的最低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设为是第2个目标。跌破它实际上也是叫跌破前低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152。152是我们会看到股价这一波多头上涨起涨的这根 K 线，所以股价目前啊跌破了212，也就是8月18日这根 K 线最低之后，因为在前面这根红 K 它是跌破了这个位置的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那跌破了这个位置，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152。200和178都是支撑位。那我们会看到，目前在10月23日，这根 K 线股价是又重新站上了212。我们再来精确的看一下，就是说8月18日它的最低是212.36，然后目前10月23日股价的收盘价是212.08，所以这个收盘价还没有站上这个前低。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这只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要确认呢，就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仍然有下行的可能，标志就是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2.51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描述。那对于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。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的观察位，在10月23日盘中我们关注的是前低，也就是210.42。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呢，将会有可能出现反弹。这是我们前一期视频给出的观察位。那么对于10月24日我们给的观察位，我们将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17附近。好，那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216.98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？就是在10月24日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压力。那股价如果能够在盘中在蜻蜓线最高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会收高。一旦收高呢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跌信号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但是在盘中股价出现反弹，在到达这个位置，如果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收低。所以这是我们关注这个蜻蜓线最高的目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在10月23日，这是一根叫做带有量增的一个蜻蜓线，也就是止跌信号 K 线，或者叫一个小幅的反弹。
那在这个地方的收盘价，也就是212.08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是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提到做多，只能是抢反弹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技术上我们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，然后呢，目标是上方的217和219，在这个区域，这是抢反弹的获利的目标位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抢反弹的仓位呢，我们给出的止损是守202.5，也就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10月24日开盘之后，依然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那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00关口。目前是200关口，因为这是一个强支撑，是空头一定要突破的位置。那么对于这样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，我们认为应该是在217到上方的219之间。好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如果在站上它继续反弹，我们认为从这个位置到上方的缺口，在这个区域一直会有空头的建仓或者加仓。那么在这个区域建仓的空头呢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2到200之间，依然是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17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19一直到上方的222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230到242，那其中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会到达237附近。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45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02.5，第二个支撑是200关口，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7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，我们给出10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。那么这个反弹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是继续反弹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6.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16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5附近。那第一个反弹，我们给出的条件是在当日盘中，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另外一个点位呢，我们认为反弹的点位会收在更高的一个位置。那同样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1。上方最高会到达22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3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个更高位的反弹。好，如果股价没有出现反弹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继续下行，但是这个下行我们认为收盘不会超过前低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6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02。对，然后收盘
会收在20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